Hello，大家好。自从上次我把 907X 卖掉以后呢，我一直在为我的力图后背找一个新的工作平台。那思考了很久了以后，我也是咨询了一些行业的这个大佬呢。今天呢，终于给大家介绍我这套新的这个工作平台。对，它就是阿尔帕系统呢，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但是实际上它的玩家真的是非常的少，或者说它的玩家并不少，但它的玩家都非常的低调。我在网上找了很多的资料，但实际上它整个一个阿尔帕平台的这个系列的这个介绍呢，都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而不像哈苏啊，像莱凯啊，那大家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啊。那阿尔帕这个平台实际上瑞士的一个非常精密的，原来是给它的这个手表制作精密零部件的这么一个厂商起家，他后来也开始尝试制作135的相机平台。它的相机系统呢，以精密、严谨、高质量的这个制作工艺出名。当然，后来它跟其他的老牌的那些厂商一样，它都破产了所以呢，现在呢，它重启的这个12系列呢，它基本上都是破产以后收购了以后的新的这个品牌的这个运营的这个策略。那阿尔帕的这个平台，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呢，就是数码和胶片通吃，它兼容很多很多的镜头，也兼容很多很多的后背。阿尔帕这个平台呢，实际上在网上讨论的热度并不多，一方面呢，它真的是非常非常贵非常非常贵。第二呢，它往往是会和菲斯结合在一起讨论，那菲斯的那个后背呢更贵所以呢，基本上普通的玩家、普通的爱好者呢，可能接触的并不是特别多。我这台12 STC 呢，它是基本上因为是二手的嘛，所以相对来说还价格可以接受。但是你如果加上它的镜头，加上它那个后背的话，它实际上真的也是价格不菲。对于整个系统来说，我们实际上买到的是一个铁框子那么这个铁框子实际上它没有。你说它没有技术含量吧，它的技术含量其实是挺高的，它非常的精密它非常的精细，设计的上也有很多的巧思和很多的细节。但你说它有什么技术含量吧，它实际上说穿了，它还就是一个铁框子没有任何的电子元器件，没有任何的电子的东西，然后从技术上说，它是个纯机械的、非常精密的一个打造的一个铁框子STC 是在它最小的 TC 的这个基础上呢，增加了这个移轴的功能 ，S 就是 Shift，T 就是 Travel，C 就是 Compact， 所以呢，它是非常适合带出去旅行的时候，同时又增加了移轴的这么一个功能。但是呢，它并不是它阿尔帕最高端的这个机型阿尔帕最高端的机型呢，它那个12 Plus 呢，它可以左右移、上下移，当然12 Plus 更大、更重、更贵那对于我来说呢，这个单向移轴目前来说的创作的这个需求就已经足够满足了，所以呢，我就选择了12 STC 小巧轻便，然后移轴量也足够 OK。那天呢，我为了尝试这套平台和系统呢，我和小伙伴呢去到了上海比较市中心著名的那条金陵东路。金陵东路呢是一条上海市中心非常古老的一条核心的马路。那这条路呢是全长它只有1.4公里长，是1860年，当时是为了解决
主要的横向交通问题开筑的。因为当时呢，它这条路比较接近在法国领事馆，所以呢就称之为领事馆路或者说叫法大马路。那边呢住了很多从那个南洋和广州那边过来的这个南方的来做生意的人，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楼的这沿街的这个楼和它的商铺呢是南方广东那边的骑楼风格我小时候的就一直过去玩，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居民，也有很多的这个商铺，后来慢慢的形成了很多琴行乐器行的这个聚集地，也是上海以前4大商业马路的一条。别看它这个地方它非常的有历史的积淀感，但是住在里面的人们呢，可能是生活也是很困难。所以呢，从2020年的时候呢，这条金陵东路呢和周边的这个街区呢，被规划为需要重新进行那个城市开发的这个区域。听说这个是嘉里集团现在他投了200多个亿呢，把整个地盘给拿下来做整体开发。当时去的时候呢，沿街的这个楼它的商铺都已经被搬走了，然后呢门窗呢也被密封起来了，防止有人进入整个旧改地块呢变得非常的这个萧瑟跟我儿时记忆很不一样。那人间的这烟火气呢，其实也随着这些旧的居民的这个搬迁呢，也慢慢的这个消散过去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是很感慨的。这台机器呢，其实在我手里呢也是这是我第一次的这个初步的这个尝试发现基本上操控呢和大画幅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区别。那么唯一的几个问题呢，就在于一个呢，我用的是 CCD 的后背，虽然这块 CCD 的后背有8000万像素那么高，然后宽容度也非常的优秀但毕竟它不支持实时取景取景的话呢，它有这个非常硕大的这个取景器我当时觉得阿尔帕好帅那有一大半的原因就是觉得它这个超大的这个取景器就是非常的帅，给人印象很深刻那镜头的这个操作呢，它实际上和大画幅的镜头是一样的这个光圈快门都是在这个机器上面，然后上弦，然后按快门就可以了。因为 CCD 的数字后背，所以呢，它对于数字光学镜头其实它是存在一些小问题，特别是这个广角镜头。虽然我这支呢是47XL 为数码专门优化过的 APO 镜头但是依然会在 CCD 后背上面呢留下这个很多的这个问题。首先呢是红移红移的问题呢，这个永远是CCD 最大的一个痛点。那为了解决CCD 的在广角镜头上的这个红移问题的话专门需要配备这么一块半透明的这个白色塑料板这个白色塑料板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在特定的移轴和光圈条件下，它拍一张这个白色样章。那这张白色样章呢，上面肯定是有很多的条纹、灰尘、彩虹纹和红移、暗角等等这些瑕疵问题然后呢，这张照片
拍完以后，我在同一个位置、同一个光圈、同一个移轴条件下，我再拍一张正式的这张照片。那么拿到这个回来以后呢，我们把它导入到电脑里，然后我们会看到有一张白颜色的或者说灰颜色的上面有很多奇怪的这个脏东西的这个样片。那么这张照片呢，实际上是在Capture One 里面呢，实际上可以把它指定为一个 LCC 的一个校准文件，用这个 LCC 的这个校准文件呢，去套在同样拍摄条件下的正式的那个文件上面，就可以非常方便的直接的把红移、暗角、灰尘等等的这个问题呢，全部给清除掉。那我在拍摄的时候呢，我尝试了这个移轴的这个功能这个移轴功能呢，在12 STC 上面呢，它可以左右各移轴15毫米。这个移轴量呢，对我来说其实已经足够用了。我尝试着拍了3张，从最左边的一张到当中的一张到最右边的一张，然后呢，每一张照片呢都拍一张正片，再拍一张 LCC 的这个校准文件，一共6张照片呢，然后再把它导入到这个 Capture One 里面。3张8000万的这个合成在一起呢，基本上大概有1.5亿的这个像素质量非常高，细节非常的这个清晰通过这种方式呢，我得到了一张非常巨大的宽幅的这个照片。那这个照片呢，实际上也正是我所需要的这么一张这个效果。那当然最后我把它做成了这个黑白的这个颜色呢，其实是为了让它更凸显出金陵东路它的古老、它的历史沧桑感，以及它在当下的接近末日和期待重生的这么一种感觉当然因为我不是一个建筑摄影师，我对建筑也没有特别的痴迷，所以呢，对我来说，我是拍摄一个景观。我在《早安美国》这套书的里面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启发，它其实就是用那个阿尔帕再加上 Face 的这个后背，做横向移轴的这个拼接就能拍到一个很大的宽幅的这个照片。它用来拼接宽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出色，没有任何的畸变，然后就很顺利的就能够拍到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这么一个场景。我非常的期待用阿尔帕这套系统能够完成我下一个阶段的这个关于城市景观和这个城市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么一个拍摄项目同时呢，它也给到我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拍摄体验，就是它既有大画幅非常严谨的带有仪式感的那种操作方式，但同时它又非常的便携。第一张照片我就被惊呆了哇塞，颜色的非常的真实然后真的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我第一次正式的拿阿尔帕出去进行创作和拍摄的这么一种体验和过程。总的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愉快的，而且它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成像的这个质量和制作照片的这么一个过程呢，也是非常的顺利和令人愉悦的。最后的照片也是值得非常令人欣赏的，所以我是非常的喜欢这套系统，它是一个值得去未知、去探索、去付出更多的这么一个系统所以阿尔帕真的值得好好的去讨论，值得去好好的言说。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